我只想知道，我儿子才3岁，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对他做这种事儿？为什么非要让他喝那个东西？为什么？你还有脸问为什么？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说你比我强，你学习好，你工作好，你还娶了个那么漂亮的老婆，你什么都有了，凭什么？凭什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我就是见不得你好，我就是看不得眼，我心里不舒服，行不行？说完了。哎呦，看磊子家这小子真是个小福星，滚一滚，明年就让你叔叔也生个大胖小子，可不是嘛？这叫压床，咱们这儿的老风俗，灵得很。宝宝慢点儿，别摔着。哥，你儿子太可乐了，穿的也喜庆，真招人喜欢。我要是有这么个儿子就好了。说什么傻话？咱们是兄弟，我有的你肯定也有。再说，你今天结婚，明年就当爹了。你要是生个女儿，我还羡慕你呢。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妈妈，我口渴。磊子，磊子，跟大伯出去办点事儿。大伯，啥事儿这么急？哎，大伯，你干嘛呀？您这是干嘛呀？有话好好说。跟我去饭店对一下菜。那个饭店老板，我总感觉他不老实，想在酒席上糊弄我。你在城里混，见多识广，又有这么好的车，你陪我去，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们肯定就不敢乱来了。是啊，磊子，你大伯一个人去，容易被城里人欺负。你就陪着去一趟吧，花不了多长时间。媳妇儿，那我跟大伯去一趟，你跟宝宝在这儿等我，很快就回来。那你快去快回。知道啦，在家等我。红烧蹄竹，这个要有。老大哥，您也太不放心了，这菜单咱们都对了3遍了，都是一个镇上的，我还能糊弄你不成？这多少钱啊？这是牛百颚。大伯，差不多了吧？我媳妇儿一个人在那边带孩子，我不太放心。急什么？这个菜还没对完呢。婚宴是大事，马虎不得。哎，喂，老婆，是不是想我了？磊子，你快回来！老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儿子不行了，你快回来，快！放开我！我儿子出事了，我要马上回去。胡说八道！家里那么多人看着，能出什么事儿？你听错了吧？是不是你？这事儿是不是跟你有关？你疯了！我是你大伯，我能害我大侄孙？你现在走了，我怎么回去？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爸呢？滚开！我老婆孩子呢？哥，你别急啊，嫂子和孩子在里面歇着呢。走，咱哥俩出去抽根烟，聊聊。让开！哥，真没事儿，你千万别着急。小孩子嘛，闹累了
睡一觉就好了。我再说一遍，给我让开！不想死的就给我让开！老婆，儿子，开门！踹什么踹？这是新房，你要干什么？哎呦，这什么人啊？对长辈动手啊！我们家怎么有这么不是东西的后人啊？天理何在呀？老婆，你要干什么去？下来！除烧提烛，这个要有。老大哥，您也太不放心了。这菜单咱们都对了3遍了，都是一个镇上的，我还能糊弄你不成？对了几遍了，他叫自己去对菜单，是故意的，他就是故意把自己支走，这是一个圈套。胡闹！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开着车像什么样子？给我下来！下来！放肆！你疯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我儿子要是有事，我第一个弄死你。你和大伯走了以后，大伯母就过来了。哎呀，弟妹，瞧我们宝宝多招人喜欢！来来，咱们出去说说话，别在这儿挤着了。他拉着我的手，又是夸奖又是关心，还硬塞给我一个大红包。我当时还觉得他人真好。我们就在外面聊了10几分钟。等我再回到房间里的时候，
宝宝，宝宝，宝宝，磊子，儿子不行了，你快回！大喜的日子，你这鬼哭狼嚎什么？不就是喝了点腐酒，睡一觉就好了？腐酒，你们给他喝了什么？把手机还给我！能吃什么？小孩子代谢快，睡一觉就好了。不行，我必须带他去医院，马上！今天家里办喜事儿，大好的日子，你去医院多不吉利。要去也是明天再去。你们这是要害死我儿子！滚开，都给我滚开！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拉到一边去，别让他在这儿发疯，冲撞了喜气。放开我！你们这群杀人犯！畜生，一群畜生！医生，救命！快救救我儿子！对不起，老婆，我就是头蠢猪，我怎么会没发现大伯一家是这么冷血凶残的畜生？哥，酒席马上开始了，你抓紧过来。我儿子帮他压床，被他们害进抢救室，他居然能装作没事一样叫我去吃席。哥，本来给大侄子准备了2000块的大红包，但是嫂子把侄子搞吐了，弄了一床都是。那床上用品都是洞房用的，花了3000多，洗也没法洗，只能让我妈去买新的。红包我就不给了，你再转我1000块就行，零头算了。这是人能说出的话吗？这是人能做出的事儿吗？你们都得死！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了？急性酒精中毒，情况不容乐观，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老婆，快拿葡萄糖来！快拿葡萄糖来！医生，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他还那么小，他才6岁啊！求求你了！医生，你跟我们说实话吧，我儿子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能承受得住。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也必须告诉你们，现在的情况真的很不乐观。患者是在短时间内饮用了大量的高度白酒，别说这么小的孩子，就是身体强壮的成年人也顶不住啊！光是这些白酒就会造成严重的肝损伤、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消化道灼伤，甚至引发多器官衰竭。虽然我们已经给他洗了胃，但酒精早已被身体吸收，这些损伤几乎是不可逆的。另外，我们在患者的胃里还发现了蝌蚪，根据我们的观察，很可能进入身体的时候还是活的。蝌蚪是多种寄生虫的宿主，有些寄生虫有很强的穿透力，会对大脑、眼球和内脏器官造成严重的继发性危害。这个情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大伯母一家的恶毒，再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不好了，病人吐血了！是胃痉挛引发了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快去凝血酶，准备输血。宝宝，我的宝宝，我的宝宝！家属出去，请你们马上出去，不要影响我们抢救。磊子，宝宝会没事的，对不对？我们的宝宝会没事的。对，没事的。咱们儿子福大命大，阎王爷不敢收他，他那么乖。快，患者大出血，需要血浆，B 型。宝宝流血了，磊子，你听着，要是宝宝没了，我也不想活了。别胡说，不许你胡说，宝宝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酒精中毒太深，灼烧胃壁黏膜，加上蝌蚪挣扎，引发了胃穿孔和血管破裂。我们尽力了，请节哀。我儿子死了，因为我愚蠢的在意那所谓的兄弟感情，带他来参加这个吃人血的婚礼，是我
是我害死了他。杀人偿命。对，杀人偿命。谢谢您，医生。节哀顺变，有件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说。您请说。小孩的生理反应对酒精抗性很大，从中毒的程度看，不像是自己误饮。70、80年代，有些偏远农村有一种所谓的习俗，用高度白酒泡活蝌蚪，说是能治疗不孕不育。后来也演变成结婚时的一种恶俗仪式。不过，这也有几十年没听说过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宝宝，我们回家了。老婆，老婆！快，顶楼有人要跳楼，保卫科快去帮忙！跳楼！苏晴！老婆，不要，儿子没了，还有我呀！你别丢下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老婆！你看看我们的儿子，儿子想你了，老婆，儿子想看看你啊，你看看他吧，他一个人害怕。你走近一点。好，好，我过来，你别动，千万别动。好了，就在那儿吧，让我看看儿子。好。他在做梦呢，很美的梦，我们不要吵醒他，好不好？老婆，我们还会有孩子的，我们好好的，儿子一定会投胎回来的，他会再来当我们的儿子，你相信我，好不好？好不好？你再看看。你仔细看看，儿子在朝你笑呢，他在说他想妈妈了。老公，这个地方太脏了，我要和儿子去一个干净的地方。老婆！我也死了。先生，您的电话。喂，磊子，你搞什么呢？都开席了，那么多亲戚都等着你们一家3口呢，差不多得了啊，一个孩子嘛，睡一觉就好了，赶快过来。喂，说话哑巴了，你老婆呢？让她接电话。真是的，一点规矩都不懂，把我们老家的脸都丢尽了。小磊，是我，孩子睡下了吧？哎呦，你说你刚才疯疯癫癫的，搞得还以为我们把你孩子怎么样了似的，至于吗？我们可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好好的大喜事儿，差点就被你给搅毁了！你这当哥的也太不懂事儿了！你弟弟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人不来就算了，电话也不接。哥，是我，赶快过来喝酒啊！见见你那漂亮的弟妹。我老婆可说了，你在城里混得好，嫂子也是白富美，将来啊，你可一定要帮衬帮衬我们。帮衬。中午我不过去了，晚点我去家里给弟妹送金手镯。真的吗？太好了，谢谢哥。那说好了啊，哥。我们在家等你。对了，大侄子还好吧？缓过来了吧？应该没事了。嗯，你让大伯大伯母也等我一下，别出去。我也给他们买了点金子，人多我不好拿出来。我就说我哥混得好吧。行，你放心，我让他们哪儿也别去，就在家等着你，我们等你。宝宝，爸爸给你们报仇，一个都跑不了。老丁，我遇到点事儿，你来帮我一下。我马上来，不管什么事儿，挺住，有兄弟在。
去检查一下身体吧，活着就行，总会过去的啊。我不会想不开的，也不会给医院添麻烦。你好，我们是市局的，请节哀。你现在身体和情绪状况还好吗？通知其他家人了吗？家人，我唯一的家人，一个被他们害死，一个被他们逼死，我还能通知谁？通知那群凶手吗？这是委托书，我朋友会来，他会全权帮我处理后事。我老婆和儿子是不是都要送到太平间？带我去吧，我要亲自送他们。我去见你妈妈。你们忙去吧，不用在意我。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有些程序必须得走。听医生说，你儿子是急性酒精中毒死亡，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他把桌上的白酒当成饮料了，自己喝的。没有人强迫他吗？比如开玩笑之类的？没有，是我没看好他。那尸检报告里提到的蝌蚪是怎么回事？来的路上给他抓的，他们小学布置了作业，要观察小蝌蚪，他觉得很可爱，就自己吞了几只玩。好吧，如果后续你想起任何情况或者需要帮助，随时联系。节哀保重。磊子，我已经上高速了，你还好吧？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老丁，你先别问，专心开车。到了后，在医院东侧找我的车，车子左后轮下面有封信，你照信上写的做。婚房里那么多人，法律判不了所有人的罪，就算枪毙一两个，我老婆的仇谁来报？他们只会说老婆是自杀，和别人没关系。我一刻也等不了，警察很快就会查清我在撒谎。这个拿出来。这是你嫂子给你媳妇儿挑的，60克，你看这个行不行？我老婆说就这个好，我妈说不花，就这个可以。哥，你快来吧，我下午有事儿，直接去你家等你。你们吃完回来拿，别被别人看见，省得人惦记。你岳父母最好别带回来。行，听你的，哥。就这2样，刷卡。哎，鱼儿上钩了。磊子，松手！你买这个干什么？你别告诉我你真要回去给他们送礼。他们不是最要体面吗？你什么意思？那我就把体面送到他们手上。你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见他们。我老婆没了，儿子没了，你告诉我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你恨。不，你不知道。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你现在进去，出来的就不一定还是你。你进去以后，万一控制不住呢？我控制不住，他们才高兴。你说什么？我一出事，他们就能说我是疯子，他们就能说我老婆孩子的事是我受不了打击，在乱咬人。那你还往里冲？那你还往里冲？磊子，你以为你现在很清醒？你买金子，你去敲门，你去看他们那张脸，然后呢，他们骂你一句，你受得了吗？他们说孩子是自己贪玩，你受得了吗？别说了。他们说你老婆不懂事，把喜事炒黄了，你受得了吗？你别说了，我就要说，你现在进去，只要动一下手，他们就赢了。到时候没人再问你儿子为什么进医院，没人再问你老婆为什么没了，所有人只会说磊子疯了，磊子拿着东西冲进亲戚家闹事儿，磊子活该进去。
你想让嫂子和孩子最后等来的就是这个结果吗？最后等来的就是这个结果吗？你也毁了，然后那一家子坐在屋里说一句：“幸亏没让他闹大。”那你要怎么办？不是我要你怎么办，是你自己想清楚，你到底是想进去毁了自己，还是想让他们自己把真相吐出来？他们不会认的。会。他们只会说是规矩，是误会，是孩子自己不懂事儿。那就让他们以为你也想压下去。你越像是来讲亲情的，他们越敢说实话。所以这不是理，对，这是饵。他们以为我拿着金子是来求他们给个说法，不，你要让他们以为你是来求他们别把事儿闹大。他们不是怕丢脸吗？那我就让他们亲口承认，他们到底藏了什么。我进去只说话，不碰人。你做得到吗？做不到也得做到。我不能让我老婆和儿子的名字最后跟我的错误绑在一起。那我在楼下等，5分钟没消息你就报警。不用5分钟，不用了，我已经报警了。我不可能再让你一个人扛。那就开始。今天谁都别走啊！我结婚，谁不合适不给我面子？别急，别吵，别动手，让他们自己说。哥，你怎么来了？说好了给弟妹送镯子，怎么能不来？快进快进，爸妈都在呢。弟妹，恭喜，这是我跟你嫂子的一点心意。哎呀，磊子，你太客气了，这么贵重的东西。客气，他要是真懂事儿，今天就不该半路闹出那一出，让亲戚们看笑话。大伯，我行了，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关起门来说？妈，你锁门干什么？磊子，今天这事儿是我们不对，但你放心，我们是一家人，不会不管的。好啊，那我们就先看看这个吧。我儿子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急性酒精中毒。小孩子打玩，自己看见酒杯就拿去喝了，这能怪谁？小磊，你也是当爹的，怎么连孩子都看不住？是啊，哥，小宝平时就淘气，咱们家哪有人会故意给孩子灌酒啊？好了好了，咱们是一家人，有话关起门来说。你想要什么补偿可以说，只要我们能做到，一定满足你。但你别狮子大开口。补偿？那我老婆和儿子的命，你们拿什么来补？哥，你怎么回事？从进门开始总是摸你的手机，你是不是在录音？医院随时可能打电话来告诉我儿子的情况，我不敢不接着。哎呀，你这孩子轻点儿！我说了我不要钱，我只想知道那几杯酒到底是谁喂的。就是大家闹着玩，说让压床男孩喝口酒讨个吉利，就为了一点。讨吉利？小孩子喝酒讨什么吉利？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你告诉我，磊子哥说的是不是真的？孩子出事，你们到底有没有叫救护车？你问我干什么？我那天喝多了，我哪知道？喝多了？我看你给你亲侄子灌酒的时候，手给一点都没抖。磊子，你别血口喷人，那都是为了讨吉利。再说了，这事主要是我让你堂弟办的，你别老揪着他不放。妈，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本来就是你说以前村里都这么办，说灌一口腐酒能当大官。你个不孝子，我不是为了你好吗？原来是提前商量好的。你看我做什么？你那天特意把我叫去饭店，说老板找我算账，也是提前安排好的吧？饭店老板跟你说了？他没跟我说，是你自己说的。现在该你了。
为什么要拦着我老婆？为什么不让她带孩子去医院？我没有，是他自己没站稳摔倒了，关我什么事儿？摔倒了？我老婆的胳膊上是你抓出来的5道指甲印，法医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妈，你真的？我拦着他怎么了？大喜的日子，他抱着个半死不活的孩子在地上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晦气不晦气？那么多亲戚看着，我们家的脸往哪儿搁？所以，为了你们家的脸面，我儿子的命就可以不要了，我老婆的命也可以不要了。在你们眼里，一条人命还比不上婚礼的体面。磊子，警察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我只想知道，我儿子才3岁，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对他做这种事儿？为什么非要让他喝那个东西？为什么？你还有脸问为什么？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说你比我强，你学习好，你工作好，你还娶了个那么漂亮的老婆，你什么都有了，凭什么？凭什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我就是见不得你好，我就是看不得眼，我心里不舒服，行不行？说完了。你们只是没想到我会录下来。警察，开门！我们接到报警，这里发生了非法拘禁。警察同志，这里有他们亲口承认所有罪行的录音，包括故意用白酒灌我3岁的儿子，阻拦我妻子施救，以及事后合谋掩盖真相的全过程。给我带走。磊子，你不能这么做，我们是一家人啊，你这是要毁了我们家呀！做绝的不是我，是你们把一个孩子痛苦的求救声当成了喜事里的不吉利，是你们为了所谓的脸面，亲手杀死了我的妻子和儿子。这婚我不结了。警察同志，我不敢嫁给一个拿3岁孩子撒气的人。刚才他们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我愿意作证。不是我把事儿闹大了，是你们犯下的罪，终于捂不住了。磊子，都结束了，还没。我刚才在楼下，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真怕你控制不住自己。我怕的不是控制不住，我怕的是他们一句话都不说，怕的是所有人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我怕我儿子和我老婆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老丁，我要的不是他们偿命，我要的是一个真相，要每个装没看见的人都说出来。喝点水吧，你的精神状态需要休息。我不是累，我是怕。怕什么？事情已经基本清楚了，证据我们都拿到了。我是怕我老婆和儿子最后连真相都等不到，我怕我自己会疯，会忍不住。警察同志，除了他们3个，还有那些亲戚，他们都有罪。我们了解了情况，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动手，但是不是没看见，他们只是觉得喜事比人命重要。我以为别人会管，反正那么多人在场。听到、看到，孩子的直接死因是急性酒精中毒，引发多脏器衰竭。如果喜事要用人命来换，那不叫喜事，那叫谋杀。所谓的亲情，如果是在悲剧发生时选择包庇和冷漠，那也不是亲情，是帮凶。我曾经想过用我自己的方式报复，但我最终选择了相信法律。因为我儿子还那么小，我老婆那么善良，我不能让他们在天上看到他们的丈夫和爸爸变成了一个和凶手一样的人。他们以为关上门就能把真相关在里面，但法律不会因为所谓家事退让，也不会因为所谓规矩沉默。本院依法判决，相关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向法庭呈上关键证据。被告人亲口承认犯罪事实及动机的录音。说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凭什么你就能娶那么好的媳妇，在城里买房买车？我觉得他现在过的日子本来应该是我的，是我灌的他酒，那又怎么样？受害者家属，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法官大人，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想再重复我的家庭有多悲惨。我想说的是，杀死我妻子和儿子不止这3个人，还有那些所谓老规矩。就因为是喜事儿就可以胡来吗？就因为是亲戚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所谓喜事儿，如果要靠一个孩子的痛苦来成全，那就不是喜事儿，是罪恶。所谓的亲情，如果是在悲剧发生时选择包庇和冷漠，那也不是亲情，是帮凶。我曾经想过用我自己的方式报复，但我最终选择了相信法律，因为我儿子还那么小，我老婆那么善良。我不能让他们在天上看到他们的丈夫和爸爸变成了一个和凶手一样的人。老婆，儿子，我来看你们了。对不起，我来晚了。那些伤害你们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们可以安息了。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可我没想到幸福会这么短暂。你们放心，我会好好活着，替你们看看这个世界。我会永远记得你们，永远爱你们，但我不会再害怕，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在天上看着保佑我。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你们永远在我身边，永远在我心里。